大家好，我是小夏，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在今天的视频里，我想要分享一个改变了我消费习惯的方法。那如果你能够尝试，并且有耐心把它做好的话，我相信不但能帮你省很多钱，还能够帮你实现消费升级。在上一次我们那个关于生活费的视频播出以后呢，因为我有一些同事和朋友已经关注到了我的账号，这个说实话我也真的没想到啊，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小号呢，但是居然有同事和朋友看完了以后，就会问我说，哎，你们家生活费不高啊？你房租才2000多块钱。或者也有朋友会说，你怎么购物才花了2000块钱呢？买2个包包不就没有了？那我今天呢，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改变了我消费习惯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卖二手物品。说白了呢，就是把你不穿的、不用的东西，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啊、包包啊、什么电脑啊、手机啊、护肤品啊、化妆品啊，都可以，就把这些东西呢放到网上去卖。其实你千万不要小看这个价值啊，积少成多，最后出来的总数额往往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举个例子来说吧，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在网上和朋友圈里卖那个护肤品的小样。因为每一次啊，像女生去护肤品的专柜啊，或者是百货商店里面买这些护肤品、化妆品，它品牌都会送很多小样的。那有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就积攒了很多。你有可能你想着说，以后我出门旅游的时候可以用啊，但真实情况是一般你都是用不掉的。那这些呢，其实扔了就很可惜。我那个朋友呢，他就把每一个牌子的小样呢，按照正装的这个价格换算一下，然后可以打点折吧，配套卖，往往呢1个月也能卖出来小几百美金，换成人民币呢也就上千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吧，就是今年因为我们中间搬过一次家嘛，当时就想说呢，趁机整理一下就是不用的东西，所以包括像一些什么键盘已经不太好用了，放了3-5年的电脑啊，老卖的一些旧的 PS3 游戏啊，杂志、画框、相框、咖啡机等等，还有顺带一些就是不穿的衣服、包包、鞋，就全部都整理了出来。甚至像那种我在国内淘宝上买的，就是贴行李箱的那种贴纸啊，也可以卖个5块钱一包。最后东卖西卖，可能因为我们动手比较早吧，就是提前2个月就开始往网上挂，最后一共竟然卖出来了800美金。说出来我们也真的是相当惊讶。听到这里你有没有心动呢？有没有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简直是一件太简单的小事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这个行动力去真的做。那我今天呢，还想要分享一些就是我认为这么做能够带来的具体的好处和对你个人的改变。然后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也会分享我常用的一些网站还有 APP。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请你一定要坚持看完。觉得我讲得好的呢，请给我点赞、留言、转发。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朋友，快点关注我们吧，订阅我们的频道。我觉得整理你不用的东西，想办法卖掉，是一件有多重好处的事情。首先呢，在你决定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要抽出1整天的时间来好好整理一下你现在的家里到底有多少不用的东西。比如买了其实连吊牌都没有拆过的衣服，并没有用过几次的包包，其实这些东西对你的来说的价值基本就是0了。那在你把它卖掉的时候呢，有一个要点，就是千万不要去琢磨当时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因为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词就叫沉没成本，也就是说你花了的钱反正是无论如何回不来的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这件衣服我买的时候花了1000，现在我只能卖掉它拿回来200块，那我就相当于亏了。你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因为对你来讲，这件东西既然用不上，它的价值基本就是0。那对你来说，只有0和200的区别，没有人会给你这1000块的。
其次，就是在你真正开始买卖二手物品的过程中呢，你一定会发现什么东西更好卖，卖得更快，而什么东西呢，几乎卖不动、卖不掉，基本没有价值，可能连一杯咖啡或者一杯奶茶的钱你都拿不回来。那从而在你下一次买的时候呢，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消费。那比如我个人的经验呢，主要都来自于在美国这边卖自己二手物品的一些经验。那关于衣服呢，我后来就发现，那么多快时尚的品牌里，就是那个 Z 开头的西班牙品牌啊，他们家的衣服最好卖。因为这个经验呢，我后来在就是买一些应季的，自己知道可能只会穿1年的衣服以后呢，我就不太会买其他牌子的衣服了。那相对应的呢，其实我当时每年回国度假的时候呢，也迷恋过一段买那个橘色 APP 上面的一些网红衣服。那后来我就发现特别的不值当啊，因为那些衣服像我在美国的话，转卖的价值基本就是0，然后你可能就是图新鲜穿1个月，那些衣服后来你也不会再碰了，就很浪费，而且感觉也不环保。后来我也算过，在那个橘色小 APP 上，我大概一共花过几千人民币买那些网红风的衣服，想想真是太心疼了。能坚持听到这里的朋友呢，我相信你是真的有清理物品然后把它卖掉的这个决心了。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介绍一下我主要用过的这个途径，一些网站呀 APP 呀。当然首先要说，我这个肯定都是基于我主要在美国的这个经验啊。那首先呢，衣服啊、鞋子、包这类的呢，自然就是 Poshmark 和 Mercari 这2个 app 呢，受众群非常的广，他们俩的这个网站收的提成的比例呢，不完全一样。这个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自己下载下来研究一下。从卖掉的速度上来讲呢，我觉得这2个半斤八两吧。就是如果你的东西的就是新旧程度比较新啊，牌子比较大众的话，挂在这2个上面，你可以同时弄，哪个先卖掉呢，你就哪边就是寄出就完了。然后如果是网站的话呢，主要就是像 eBay 就属于什么都能卖。我说那个卖就是护肤品小样的朋友呢，他就是主要在 eBay 上面开了一间小店。那除此以外，如果是像家具家电，包括一些电子产品呢，这些最好就在 Facebook 的群上面卖，因为它这个东西可能物件比较大呀，或者物价比较的贵重，所以如果你要是在 Facebook 上面卖的话呢，它一般都是有一些 local 的群，就比如说纽约有纽约的二手群，DC 有 DC 的二手群，加州有加州的。那这样的话，一般可以保证你们可以同城面交，它会相对的呢比较安全，比较有保障。那而且像家具啊、家电这种东西，你肯定是让别人来取嘛，你不可能说是要寄过去，所以在 Facebook 组里面就比较适合卖这种大件的东西。所有我刚才说的这些 APP 呢，我最后都会整理成一张图，放在我今天视频的最后，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直接到时候截图就可以了。那关于国内呢，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我只用过闲鱼，然后我用过一些就是转卖二手奢侈品的那种公众号啊，或者是说商店的那种微信的联系方式。那你要是说一般大众的话，除了闲鱼以外，我还确实不太清楚，但我相信网上一定是有人做过这样的功课的啊。就是如果你决心要做的话，去网上稍微搜一下，我相信一定也有别人的经验分享。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有耐心，就是你一定要抽出1整天的时间，把东西呢全部都拍照，最好还按照新旧程度归类，然后只要有可能的平台和网站呢，你都要往上发，然后还要时不时盯着，如果有人跟你砍价呢，你也要回复。最后呢，我想说，只要你尝试一次啊，我相信你一定会为自己到底浪费了多少钱吧而感到后悔。因为真的，我觉得到最后啊，保值程度最高的肯定还是那些大品牌的东西。你买一个驴牌的包，顶上你买一筐 Z 牌的衣服，
而且呢，这个东西最后卖掉的时候呢，它的价值也相应的比较高。所以我真的很想说，与其呢去追求这个买的快感和一时消费的冲动呢，不如好好的把钱都花在值得买的经典的东西上面。那举个例子，我当时有一件大衣是 Siri 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牌子啊？他当时买的时候，就我当时买的时候呢，大概是在打折的时候吧，就是那件衣服买的时候可能也不到$300，然后最后卖掉了，拿到手呢还拿到了快$200。我已经穿了3年，虽然就是维持的还比较新吧，应该说7、8成新吧，但是毕竟也是3年前的东西了嘛，只能说经典大牌的东西才是真的就是永不退流行。所以我认为消费升级就是指你真的不要就是花钱在这种快感的事情上面，而应该去寻求值得你自己投资的东西，值得你真正买，并且你买了以后看见它也会由衷的感到开心的一些东西。如果你会有这种觉得克制不了自己买的欲望和冲动，或者是说你每个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那你抽出1天时间，按照我上面说的建议尝试一下，迈出这第一步，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收获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我讲的不错的朋友呢，欢迎你给我点赞、留言，希望你能够转发我们的视频，关注我们，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在开心赚钱、开心花钱的路上一起走下去吧。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大家下期再见，拜拜。